哎呀，我的命怎么就这么苦啊？摊上这么个儿媳妇！阿姨，你先喝口水，这么激动对身体不好。我儿媳妇要有豆豆这一半懂事就好了，我累死累活的帮我儿媳妇带孩子，还不落好，就因为孩子脸上长了点红疹子，她又给我脸色看，还给我儿子说要把我送回老家去。啊，怎么能这样呢？这老人帮忙带孩子，没有功劳有苦劳啊，这也太不孝顺了吧！何止呢？你说他给我生气也就算了，今天早上还拿孩子撒气，这孩子有什么错？就因为打翻了饭碗，被我儿媳妇一顿骂呀！姨，您快别难过了。豆豆，你跟我儿媳妇年龄差不多，孩子又一般大，你帮阿姨去劝劝她。你说我这把老骨头再回农村可怎么办呢？行，阿姨，我陪您回去跟他聊聊。走。豆豆，蜗牛一会儿该醒了，让您阿姨先回去吧。行，豆豆，你可记得来啊！哎，妈，您是不是记错了呀？蜗牛在早教班不在家呀？我只是不想让你去他家。为什么呀？阿姨多可怜呀！可怜，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他平时都不怎么在家，不是打牌就是串门。他儿媳妇一个人啊，抱着孩子做饭，带着孩子买菜，连上个厕所都要抱着孩子。前段时间他亲家生病，儿媳妇要回家照顾，就让他带了2天孩子，给孩子整了一身的疹子。搁谁不生气？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儿，你以为你去了，他家就能好起来吗？啊，原来是这样啊！那他儿媳妇也不应该把气撒到孩子身上呀。未经他人苦，莫劝他人善。天底下哪有妈妈不心疼孩子的？你永远无法理解，冲着孩子发脾气的妈妈心里有多苦。压死骆驼的从来都不是最后那根稻草，让一个母亲崩溃发脾气的，也一定不是孩子犯的那一点错，而是让人压得喘不上来气的生活。钱谁不嫌事儿多？我看你早就有这想法，不是1天2天了吧？呀，别说了，车是归你，房子一人一半，离了你我立马找个更贤惠的。离了你，我还要找一个比你更负责任的呢。那你去找啊！找就找。行了，都别吵了。妈，我知道你向着杨豆豆，但这次谁说都没用，这婚我跟他一定了。妈，你别劝我们。我呀，谁也不偏向，谁也没打算劝。你俩拉住，如果你们能把这个橡皮筋拉断，我就同意你们离婚。刚才不是分车分房，分得还挺激动的吗？你现在倒是说说，这孩子该怎么分啊？儿子，这夫妻闹矛盾啊，就像拉橡皮筋，2人各拉一头，谁都不松劲儿，巴不得赶紧拉断了，各奔东西。可是你也看到了，这橡皮筋断了是小，最受伤害的还是夹在你们中间的孩子。是，你们谁离开了谁，都能再找到另一半。可是孩子呢？没有爸爸，没有妈妈，他的世界就塌了。一个个明明心里那么在意对方，可偏偏就是嘴上从不服软。你忘了前几天为了给豆豆买他喜欢的那条裙子，硬是熬了3个大夜的事了？还有你忘了因为担心他三高，每天想着法看食谱给他做好吃的，发现他脸上身上起红疙瘩，替他担心，就熬夜做各种功课帮他买出版照的事了。你们俩呀，所谓好的婚姻幸福的家庭，就是你拉紧的时候他放松一点，他拉紧的时候你就放松一点，相互退让，相互包容，这个皮筋才不会断。尤其是你作为男人就应该明白，一个女人为了家庭为了孩子吃再多的苦都无所谓，但如果辛苦了，那就真的苦了。对不起啊，老婆，我混蛋。
我以后再也不跟你提离婚了。这样，你不是想吃烧烤吗？咱今晚就去吃，不离婚了。走。刚才不还说谁不牵谁是小狗吗？我。妈，波妞这会儿睡着了，我跟闺蜜出去逛会儿街，一会儿波妞醒了，麻烦您帮我照顾一下，我很快就回来。没事，豆豆，波妞跟我在家，你就放心。你也好久没出去逛了，不用着急回来。我说大妹子呀，你那儿媳妇生了个闺女，还天天把孩子都给你带。我那儿媳妇生了闺女以后，我抱都没给她抱过，哪还有时间让她天天逛街呢？我记得你那儿媳妇挺孝顺的呀，你该帮忙的时候还是得搭把手的嘛。她人再好，对我再孝顺，不能为我们家传宗接代，那也没用。现在都是新时代了，你也别那么重男轻女，男孩女孩都一样。我就觉得我家波妞好的不行。你们家波妞白白净净的，倒还讨人喜欢，不像我们家那个孙女，身上总是起红疹子，麻麻赖赖的，看见我就心烦。也不知道他妈是怎么照顾她的。红疹子，该不会是螨虫导致的吧？你让你家儿媳妇试试这个，这玩意儿肯定很贵，我才不会让她浪费这个钱呢。给孩子花钱怎么能叫浪费呢？这瓶啊，你就带回去用吧。那我就拿走了，我自己用。她想用，让她自己买去。老姐姐，你这是何必呢？咱们刚生闺女那会儿，也被婆婆折腾的不行，有了儿子才慢慢好起来。那会儿不也总抱怨婆婆重男轻女没人性吗？咱们吃过的苦，何苦让孩子再吃一遍呢？其实我也不是真在意他生不生男孩，就是有个男孩也不随我的性，我就是心里不平衡。凭什么当初我生不出男孩的时候过得那么痛苦？凭什么他现在生不出男孩过得那么轻松？他比我多什么了？老姐姐，其实啊，我能理解你的想法。多年的媳妇儿熬成婆后，都忍不住想让儿媳妇儿把自己吃过的苦再吃一遍。我们都是这么一代代熬过来的，她凭什么不用忍受这些呀？这呀，都源于我们心里的不平衡和不甘心。但是你想想，我们婆媳嫁到同一个家里，爱着同样的人，同为女人，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呢？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，但是我要是对我儿媳妇好，不等于我受的罪都没意义了吗？那我这些年心里的憋屈，不都带到棺材里去了？我们受的苦又不是儿媳妇造成的。再说，咱们现在帮儿媳妇的忙，等我们老了不能动了，才能让儿媳妇心甘情愿地孝顺我们。一个家不说有钱没钱，一家人心往一处放，力往一处使，这日子才能过得有声有色。要不说还是你心里亮堂啊。现在啊，跟我们那个时代不一样了，儿媳妇都是接受过高等教育，也都是人家爸妈宝贝着长大的。折腾儿媳妇这种习惯，就该从我们这一代把它消灭掉。只要我们这一代不折腾儿媳妇了，等豆豆他们这一代当婆婆后，折腾儿媳妇这陋习自然也就没有了。